现代的催眠术起源于中国巫术，巫师可以用咒语控制鸡。早在东汉之前，岭南一带就盛行鸡卜，以祀天神百鬼。难道这就是对着鸡画一条直线，鸡就不能动的原因吗？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巫术吗？可以用来诅咒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猫博士，下面就来解开其中的奥秘。催眠术，对催眠术的研究其实只有100年，但它的鼻祖上古巫术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法国的麦斯麦术，由麦斯麦提出的一种力量的交流。这份力量类似于一种流体，可以在任何物体间传递磁力，这是一种可以被身体神经系统感知并起到治疗作用的磁力。说得那么深，它其实就像跳大神一样，自以为拥有某种通灵能力，所以这种早期的理论依旧充满巫术色彩。但麦斯麦本人是十分相信自己的理论极具科学性的，同时掀起了当时欧洲狂热的催眠术浪潮。他们在各种符咒、占星强势下操作催眠术，身穿长袍，使用各种各样奇怪的道具对人进行催眠，达到灵魂的交流。在这之后，催眠术作为一种科学的治疗方法正式进入人类生活。但是发展到现在，再强大的催眠术都离不开语言的暗示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无法理解语言的任何物种都不会被催眠，所以鸡被控制了，和催眠术肯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那么，难道巫术真的存在吗？想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要知道，最先对鸡进行催眠的到底是什么人，他又有什么意图？中国巫术一族，那是一段人类祖先的历史。当时的人们还很质朴，他们的王是命定的天之骄子，王的身边总是站着一位大祭司，这个大祭司就很牛了。他是神明旨意的传达者，虽说人们质朴，但也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生物具有魔力。所以大祭司一族为了证明自己，催眠一只神鸟便成为他们的日常工作。当然了，祭司业务很忙的，他们还要看星星占卜、找仙草治病、排练祭祀舞蹈等等。天机换日，话题回到这个神鸟身上，没错，神鸟就是鸡。毕竟人家还是凤凰的原型嘛。古书《玄中记》上记载，在中国东方海域有一座时隐时现的大山，这座山上有一棵直插云霄的大树，是登天的云梯。树冠上住着一只天鸡，每到下半夜，天鸡一叫，凡间的鸡听见了，就开始附和。这时人们就看见遥远的东方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这就是经典的天机换日。所以我国很多山都会以鸡命名，比如黄山半山寺就有金鸡叫天门一说。中国人包括现在往往有一种朴素的时空观念，那个年代无法解释太阳为什么升起，并朴素地认为太阳是鸡站在一个很高的山上鸣叫出来的，因此鸡被人们奉为神鸟。在我国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以鸡为太阳神，这种现象都以西南地区为主，生活在这里的鸡地位极高，不同于后面作为祭祀品出现在盘子里，而是作为被祭祀者高高在上的，可以说是鸡的巅峰时代了。不过现代科学家向我们解释，鸡之所以有召唤太阳的能力，是因为鸡的大脑里面有个松果体，松果体可以分泌褪黑素，如果有光射入眼睛，褪黑素的分泌便会停止，这种褪黑素可以直接控制鸟类的歌唱，所以天一蒙蒙亮，公鸡就开始止不住的鸣叫。嗨，原来也不是公鸡爱起早，而是身体不受控制啊！如果有一天人类也能拥有这种能力，是不是就再也不用担心早上迟到了？鸡的神话，我们都知道，鸡是毒蝎、毒蜈蚣的克星，这些骚扰先民千百年的毒物，轻易的就被鸡制服了，确实令人叹服。《西游记》有一节不就是某日星官幻化成一个双冠大公鸡，帮孙悟空消灭了那只毒蝎子？《本草纲目》也记载着鸡食百虫，治之以所谓也。后来在江苏、陕西等多地还出现挂鸡辟邪的传统，鸡的以毒攻毒能力也一度被神化。对于害人的鬼魅来说，雄鸡的神力是无边的。其实鸡可以以毒攻毒的道理很简单，就是因为鸡肝可以分解毒素，并且鸡肝的功能比人类的肝功能还要强大。即使它的肝小，但都是精华呀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化，人类吃到的含毒素物质越来越少，肝功能也随着熬夜越来越差，
稍有不慎还来个肝功能不正常。可是鸡呢，人家一如既往的吃些毒物刺激肝脏，也从来不熬夜，肝功能也是杠杠的，小小蜈蚣当然不在话下了。神的子民，由此可见，鸡在古时是一种凶猛的禽类，而且代表着神灵的权威，能够控制神鸟的大祭司，自然而然也被人民所信仰，并且岭南一带的茶花鸡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家鸡的祖先。天时地利使鸡捕在岭南盛行起来，这样的信仰文化一直沿用了很久。即使后来鸡变成家禽，大祭司一族也可以捏造出龙凤来，以此让子民继续信仰他们至高无上的神力。回顾历史，那些称王起义造反的，哪个不是带点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色彩？朱元璋出生还搞了个红光满屋，刘邦不还是斩了个大白蛇吗？所以其实随着文化发展，人们渐渐明白了，鸡大概是不能和神通灵的，但是他们依旧相信神明的存在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也清楚了，控制鸡的不可能是巫术或者催眠术，巫术不过是辅助早期的政权的手段，所以巫术是存在的，但巫术的诅咒应该是无效的。强制性禁止，既然无效，大祭司怎么让鸡定住不动的呢？其实当鸡被人类驯化后，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答案。家鸡的祖先是一种生活在亚热带丛林的野生原鸡，最近研究表明，极有可能是分布在东南亚，包括我国岭南一带的茶花鸡。这种鸡生性敏锐，十分警觉，但是每当交配季节，它们就会四处乱窜，甚至流落到附近村庄被村民捕获。在这种捕捉驯化的过程中，人们逐渐掌握了安抚鸡的方法，手法高超的甚至可以让鸡定住不动。上古大祭司的秘诀也被后来的人们识破。当然，村民发现这个道理时，鸡早已跌落神坛了。虽然你可以翘着二郎腿试着敲打自己的膝盖，这时小腿就会不受控制抬起，那么这种神经反应其实就是鸡的真实感受。假死定律，像这种强制性禁止不仅仅体现在鸡的身上，还包括青蛙、兔子、猫咪、老鼠等。一旦以天敌或捕食者的形象出现，动物就会进入这种近似睡眠的假死状态。其中老鼠则非常夸张，甚至不需要看到猫，只要闻到活猫气味都能让它进入假死状态。根据现有实验结果总结出的诱发方法一般有5种：强迫动物身体保持特定姿势，反复单调地敲击动物身体特定部位，将动物倒转，人工束缚动物，遮住动物头部。与采取的方法相应，动物强制性不动的姿态和持续时间也不同，比如抚摸脖子让它感到恐惧，鸡就可以立住不动，也可以像视频那样让它瘫倒在地。至于画不画线都无所谓了。对兔子轻轻抚摸，然后突然把它翻过来，肚皮朝上保持一会儿，小心拿开手后，兔子就会四脚朝上假死。青蛙则是翻过来抚摸肚皮，它就会是四肢蜷缩假死，甚至连鳄鱼都能被催眠到翻着肚皮躺着。除了这些小型动物，大型动物以至于大白鲨都逃不过这个假死定律。关注猫博士，下期接着聊动物。